我们这边两边的袖子已经缝上去了，可以看到这一边的袖子也缝好了，这边的袖子也缝好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缝袖子下面跟衣服旁边，我们从这边开始缝好了。我们从袖子这边开始缝起，因为我们这边袖子比较窄，缝合的时候在拿的时候会比较方便。我们袖子这边起针的时候，我们有预留一条线，我们就从这旁边这边针下去，然后上来，也可以一针一针缝，也可以两针一起缝。好，那我会两针一起缝的，可以看到两针一起缝两条线，我们这边两条线一起缝，这边也是两条线一起缝。要从正面缝，记得缝衣服两侧跟袖子都一定要从正面缝。如果你从背面缝，背面会有这种缝的痕迹会在表面，所以一定要从正面缝。我们把两边跟袖子下面的结合点一起缝合起来了之后，再把帽子缝合到衣服上面去。我们这边先把这边缝合起来，两侧的缝合法都是一样。这边线如果不够，可以再从衣服部分这边，我们也有预留的线，我们从这边预留线再往上缝就行了。好，我们这边先把两侧先缝起来。我们这边衣袖已经缝好了这一段，然后旁边衣服这边也已经缝好了。接着我们要把帽子缝上去。我们帽子这边织好了之后，我们要缝的时候，记得也同样要从正面缝。我们帽子算的针数刚好是一针对一针的缝。我们准备另外一条线，把线穿上了之后，就从这个前面这边开始缝起。我们从这个下面这边针从下面穿上来，我们不要全部拉过来，留一小段在后面，最后打结用。然后把帽子拿过来，记得帽子是正面对着正面。好，我们从这边第一针下去，这边第一针下去，然后针再上来，我们把短线放后面，然后接着再从这个旁边这边一针一针的缝过来，因为我们针都是刚好算的，一针都不差。好，我们从这个地方要注意缝不要缝歪了，中心点会在衣服背后的正中间。好，我们从这边同样就一针一针的缝，把帽子缝上去，就用套收的这个边就可以看得到，刚好这边一针。好，这边缝过来。好，这边，好，再到隔壁这边，我们就用这种方式一针一针的缝，把整个帽子缝到这一边的衣领的起点的位置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衣领缝上去，就用这种方式一针一针的缝，把整个帽子缝完，我们才能做衣领前襟这边的螺纹。好，我们先把这边整个缝上去。我们帽子这边的连结已经连结到最后几针了，我们把这边最后几针缝合起来。好，这边一针，跟这边的一针，好，这边的一针，跟这边的一针，好，这边一针。可以看到我们这边针数算的刚好就是一针一针的对着缝，就不会有歪掉的问题了。好，到这边，最后这边还有一针。好，我们缝合好之后，我们把这个线就藏在这个旁边，往回走几针打结就行了。所有线都是藏在缝合旁边的连接的那缝上面就行了。好，这边我们再走两针，这边打结，然后剪线。好，我们帽子这样子就缝合上去了。这边起头这边的线，我们也是先打好结，然后同样用这种缝毛衣的针穿上，就缝合在这个连接的这一条线上面。好，这样子就很牢固了。
这一条线也是，我们所有线都是这种处理法。然后把这边先处理掉，好，这边好，我们就把这个线头先剪断掉。我们接着我们可以看帽子缝好了之后会是这种样子了。我们整件衣服已经结合好了，然后接着我们就要来织衣服这边的螺纹，还有帽子这边的螺纹，我们要一起织。我们一起织的时候，我们这边的螺纹呢会先算针，算针的时候，我们螺纹10公分可以织25针。我们这边衣服这边是49公分，加上这边8公分就是57公分，57公分乘上我们这边螺纹的 2.5， 也就是1公分是 2.5针，算出来会是 142.5针。我们45度让它变成143针，左右两侧那就是286针。帽子长度我们是40公分长，40公分长的话，我们同样乘上 2.5 是100针，左右两边就是200针，这样加起来的话，我们起针要起到486针。所以我们要准备一副轮针，我们准备一根棒针，棒针长度大概也就是32公分到35公分长。我们算这边的左边短线的长度，我们486的话，大概要算20根棒针的长度。我们现在就开始算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好，到这边的时候，我们就把我们轮针拿来。我们使用的是7号的轮针，同样手指头打开，轮针压下去，食指往前转，拇指往前，食指往后，拇指还原归位转，食指往后，拇指往前，食指还原归位转。然后第2步、第3步重复，拇指往前，食指往后，拇指还原归位转，食指往后，拇指往前，食指还原归位转。好，再来一遍，拇指往前，食指往后，拇指还原归位转，食指往后，拇指往前，食指还原归位转。我们就用这种扭转的方式起486针，2、4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6、17、7、8、7、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。我们这边起针起了486针，然后接着我们就要从这边开始。我们可以看到我这边已经先做好记号，这边是左侧的右侧的帽子的中心点。好，我们就从这边开始，要织2行，下针织，上针不织。第一针下针我们织，线绕到正面，上针不织，然后下针织，上针不织，下针织，上针不织。我们把这2行下针织，上针不织织完了之后，我们要来改针。我们先把这边2行下针织，上针不织先织掉。我们这边2行下针织，上针不织已经织完了，接着我们就要改成上针下针都要织。同时我们要把针的位置一上一下换成2下2上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第一针下针我们织，第2针上针跟第3针这2针我们位置对调。好，换好了位置之后下针，好，线绕到正面来织上针，然后接着再一针上针，这样就2针了。线绕到背面，再来一遍下针，这边的上针下针位置对调，然后再下针，再织上针上针。好，线绕到背面，接着再同样下针，这2针位置对调，
把上针放到后面去，下针拿到前面来织，下针，这样就2针下针了。然后线绕到正面，上针，上针，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把整行位置对调成2下2上。同时我们这边开始到背面开始也一样，下针上针都织，也是同样织成2针下针2针上针。我们这边总共要织6公分长，以我的密度算，也就是16行。我们把这边织完了之后，我们才把这前襟的螺纹缝上去。好，我们先把这边螺纹6公分16行织完。我们衣服这边的螺纹已经织好了，然后我们要把它跟衣服的前襟这一整排整个缝上去。我们要把线剪断掉，我们线不用剪太长，只要好缝就行了。因为我们到中间我们会再接线，我们把线先剪断掉。好，剪断掉之后，我们再用缝毛衣的针穿上。因为我们这边螺纹针比较少，这边衣服上的针比较多，我事先算过，大概6针要缩缝1针，也就是我们这边要缩缝。我们先从这边开始，从这边下面上来，然后接着到这一边，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第1针在这个地方，也是从下面上来。好，这边下面穿上来，然后接着到这一边螺纹这一边，从上面下去，下面上来，然后这边我们要1针1针的缝4针，第2针，然后第3针，这边第3针，然后第4针。好，到这边第4针完毕之后，我们这边就要2针一起，看到没有？2条线，我们这边衣身部分的地方就缩掉了1针了，也就是6减1，减掉了1针了。然后接着我们再缝4针，同样的方式。好，这边，然后从这边开始算起1针，然后接着到这边第2针，然后接着第3针，然后接着第4针，可以看到我都是1针1针的缝过来的。好，4针缝完了之后，我们这边同样第5针第6针要2针一起了，它这样子针数就会缩缝缩掉。我们全部都是缝4针，第5针第6针缩缝。我们把这一整圈缝完，线如果用完的时候，记得再接一条短线，再从后面继续缝下去。我们把这边继续缝下去。我们螺纹结合到这边，可以看到我这边剩的线已经不多了。然后我们这边要把它放到后面，连接线的方式就是这边直接放到后面去，针直接戳到后面。然后我们准备另外一条线，这一条线也同样也不用太长，只要好缝就行了。然后我们刚刚从这边下去的，本来应该从这边过来，我们就直接从这边把线拉上来，然后短线放到后面去。这边刚刚是缩缝的地方，我们就从这边开始，然后这边下去，这边上来，然后再从旁边2，然后再来3，只要挑1条线，然后接着这边4，也是1条线上来，然后接着这边又继续，好，这边过来，然后这边就是要缩缝的2条线，这边刚好是挂针的2条线，我们就从这边，我们这边接线的方式就继续从这边缝下去。先教大家怎么接这个背面的线，背面这边线有2条，
我们直接先让它连结之后，抓其中的一条线，然后从旁边我们缝合的这个地方往回走一针打结，然后可以再多走2、3针，然后再打结，这样它就非常牢固了。好，从这边我们打个结，这边线就可以把它剪断掉。这边另外一根线，我们同样的方式把它缝在这个边上。好，在这边同样我们从这个地方线拉上来就可以打结了，可以再往前走2、3针，然后再打结。这边可以等缝好了之后再打结也行。好，这边，然后我们把这边线剪断掉，它就连上了。我们到正面看，它这边就连起来了。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把整圈都缝完。好，我们就继续把这一边的螺纹整个用同样这种方式把它连接上去。我们衣服上面这边的螺纹已经缝上去了，包括帽子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已经缝好了。接着我们要装这个牛角扣上去，我们要先把衣服这边牛角扣位置先固定好。我们这边总共要装5颗牛角扣。那装牛角扣的时候，我们中间这边要装绳子进去。绳子可以用织的，就是3针的重复织。如果用织的话，它这个绳子的柔软度非常高，装起来会不好看。我改用钩的。我们准备这种同样衣服上的线，我们衣服上的线大概要留50公分。好，这边短线的部分我们留50公分长，我们放在下面这边，然后我们把线绕好，钩针拿过来，我用的是2.5 咪咪的，也就是60的钩针。我们钩针拿过来，从后面往前推，转一圈，钩一针锁针出来。然后接着我们这边看到这一条是短线，我们长线在手上绕好，然后短线在钩针上放上去，手指头把这边前面这个地方捏着，把线从中间这边2条线一起勾出来，这是1针，线再上去，再勾第2针，再上去勾第3针，好，然后再上去勾第4针，这就是带线钩针的编织。我们总共要勾5条34针的，5条40针的。我们把这边勾完了之后才能装牛角扣。我们把这边勾完，31、32、33、34，好，34针勾完了之后，我们把线拉长，然后剪刀拿过来，从这一边把线剪断掉。好，这是34针长的，记得我们缝之前会把它先烫平，然后再缝。这种34针的，我们要勾5条，然后40针的也是这种勾法，也同样勾5条。我们把这边的这种绳子先勾好，我们再来做缝的动作。好，我们这边的绳子已经勾好了，然后我们准备一根毛线针，把绳子穿好。我们要先把这边是长的40针的，我们把牛角扣拿过来，把它穿上。先把牛角扣这边穿好，好，这样牛角扣就上去了。我们把全部的牛角扣穿好了之后，我们记得这边左边我们要钉扣子的。好，我们这边牛角扣有绳子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已经先固定好的。我们把这个拿下来，记得缝牛角扣缝在上针的位置，从这边下去。好，2条线下去，然后我们抽掉1条线，缝毛衣针上只要1条，然后我们从这边旁边这边上来，把牛角扣的另一边，这边没有绳子的，我们把它穿上。好，穿上之后，我们缝到背面去。我们到背面这边，刚好是中间这边。我们刚刚这边有一条绳子没有缝的，我们这2条绳子打结。好，打结之后固定了之后，我们还要把牛角扣的位置先固定好。好，我们可
可以看到，我们牛角扣在这个地方往前放在上针的这个中间，我们往前走几针，走到这个位置，我们顺着这边的线，走线的位置往前走，走到一半中间的位置的时候，大概也就是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们把线穿到正面去，穿到正面这个地方。牛角扣位置我们要把它固定好，免得它在那边晃来晃去的。就把这边的绳子穿到背面，好，这边穿过来，只要把中间这边固定好就行了。好，然后再上来，因为2条绳子两边我们都要固定，固定在上针的这个中间。好，这边好，我们牛角扣就固定好了。好，所有牛角扣的缝法都是一样，然后这一条线我们可以顺着这个走线位置再走回去，然后走几针打结也就行了。这个地方我们走回去，这边后面一点打结，绳子不会爆出来。好，在这个地方刚好在我们缝的这一条缝上面打结，它就不会散掉。好，这一条绳子我们也一样要打结，然后解线，所有的都是这种处理方式。好，这边牛角扣的这边是这种处理方式，这边是牛角扣的缝法，它缝好会是这种样子。这一边就用我们短的34针的，同样我们针拿过来，2条线一起穿过去后面。好，从这个地方，这个我们拿掉了，从这个地方穿到后面去。我们同样抽掉一根绳子，其中的一根随便哪一根抽掉了之后，我们到正面来，旁边这一针绳子抽到正面来，这边的绳子呢，我们把它放好位置，我们还是往前走几针让它固定。好，再上来，好，这边下去，我们同样往前走几针固定好，从这边往前走几针固定好，到这边我们同样把牛角扣中间这边固定一下。好，这边也就是左右各一针，然后这样就4针就可以固定好了。往回把线带回来，走几针打结就行了。好，我们绳子就把它清干净。所有的牛角扣的绳子都是这种缝法。我们把全部缝完了之后，给大家看衣服缝完的样子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衣服缝成的样子。